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KK です。Bonjour à tous, je suis KK。提到露營，佢嘅好處的確相當之多㗎。一個人嘅話，可以享受寧靜，思考人生；如果同另外一半嘅話，可以享受二人世界；又或者同家庭、朋友親近下大自然。但係如果唔去指定嘅營區，要徒步孭住咁重嘅行李去揾水源同埋適合紮營嘅地點，諗起都覺得好麻煩啊！嗱，如果帶埋小朋友咁行法呢，更加係一場噩夢添啊！嗱，喺呢個時候，露營車就可以幫你解決到問題啦。佢就好似一間行動酒店咁樣，將你同埋你嘅裝備帶到去目的地。喂，大家，露營車上面有冇熱水沖涼㗎？有冇冷氣先？有冇地方煮嘢食？張床有幾大？哇，去完洗手間要點處理㗎？另外，當然要考慮喺郊外嘅安全問題啦。架露營車喺夜晚應該停喺邊度先啱呢？同埋夜晚嘅時候會唔會遇到另外一個世界嘅朋友㗎？嗱，除咗最後一個問題之外呢，之前所有嘅問題，大家都可以喺今次嘅節目裏邊揾到答案。嗱，呢一部露營車呢，今次就會帶我去知河縣嘅琵琶湖，並且一同呢享受一晚湖邊嘅生活。嗱，呢一部露營車呢，同片頭嗰部掛接式嘅露營車就唔同嘅。部車由香港5噸半貨車車頭加裝露營包廂而成嘅，所以駕駛室呢就同貨車規格一樣。成架車嘅體積呢，比一般私家車呢就大3至4倍啦。大家可以想象成呢架車呢就帶住一間大概80尺嘅屋企，陪住你去旅行咁嘅感覺啦。由於架車呢車體大啦，盲區就比較多啲，駕駛嘅時候就要加倍注意路上嘅行人同埋踩單車嘅人士啦。嗱，我哋第一站呢係琵琶湖嘅白蘇神社，由大阪市區出發，行高速公路大概2個半鐘頭車程。雖然呢一度係著名景點，但係我哋都係盡快開始露營車嘅開箱啦。上車之前呢，首先就除咗對鞋。上車之後，車門上邊就有個 Central Panel， 用嚟控制同埋調校車裏邊所有嘅水電設備。嗱，首先呢，就撳呢個 Inverter， 咁就可以開車廂裏邊嘅冷氣噶啦。而車廂呢邊嘅發電機係唔需要着住車而開動噶。所以就唔使擔心瞓覺嘅時候吸入過量嘅一氧化碳啦。嗱，跟住呢，就試試車廂裏邊燈光嘅部分。嗱，即使而家係日頭啦，車廂裏邊嘅照明都係十分之足夠噶。嗱，而家大家見到車尾嘅部分呢，就放咗一張雙人嘅大床，而另一邊駕駛室嘅上邊呢，就放咗另外一張雙人床啦。所以官方列明呢一部車呢就可以載4個乘客嘅。嗱，再嚟睇睇床邊呢，就有個細窗啦，有一個床頭燈，而下邊呢，就係乘客座位同埋餐台啦。所以即使係行車嘅時候，乘客都可以喺呢一度休息，睇下書、食下嘢、玩 board game 或者進行一啲靜態嘅活動。車頂有抽氣扇，可以透入自然風。喺春天同埋秋天嘅時候，呢個天窗一定好好用啦。嗱，我一個人啊，對鞋梗係可以亂咁擺啦。但係其實車門旁邊有一個大櫃桶之餘，下邊仲有一個鞋櫃，可以放5至6對鞋，真係好貼心噶。跟住落嚟，我哋睇一睇煮嘢食嘅地方啦。左邊就係星盤，只要喺 Central Panel 度撳 Pump 呢個掣，乾淨嘅水就會源源咁樣流出噶啦。右邊嘅爐頭係煮食用嘅。簡單嘅肉類同埋蔬菜嘅烹調呢係完全冇問題噶，所以如果想大顯廚藝嘅朋友呢，記得帶備煮食工具啦。但係如果唔中意明火煮食嘅朋友呢，架車亦都有提供微波爐作選擇嘅。下邊有3個收納空間，除咗提供清潔用品之外，放3至4個人份量嘅餐具同埋飲食用品都綽綽有餘噶。另外當然唔少得雪櫃做食物冷藏啦。放咗啤酒汽水之後，就無論幾熱都有凍嘢飲啦。跟住就係令人期待嘅洗手間部分啦。嗱，老實講啊，個洗手間就真係細咗啲，但係就比我想象中好好多。除咗都好衛生整潔之外呢，亦都有提供沖涼嘅用品。
嗱，更令人期待嘅畫面出現啦。咁究竟用完個洗手間之後係點沖廁嘅呢？嗱，原來只要拉起上面呢條巴，再撳翻落去，咁就有乾淨嘅水清潔馬桶噶啦，又方便又衛生。嗱，如果沖涼嘅話呢，就只需要用旁邊呢個花灑沖身，之後啲水呢就會喺下邊呢一個排水口流走噶啦。嗱，只要開咗個熱水爐10分鐘之後呢，就有熱水沖涼噶啦。舊電 full charge 嘅時候可以提供720分鐘嘅熱水供應，雖然時間上絕對足夠，但係都唔好用到盡啦。因為車裏邊所有嘅電器都要用到電，尤其呢冷氣機個耗電量係最大嘅。架車主要係靠日間行駛嘅時候引擎運動同埋太陽能叉電。如果夜晚用得太盡，又嚟唔切開車叉電嘅話，就會比較麻煩啦。講起叉電呢，大家只需要撳呢個 USB 嘅掣，車裏邊嘅插座呢就可以提供叉電嘅功能噶啦。亦都同時提供傳統嘅汽車充電插頭。介紹完車廂呢，我哋睇睇露營車外面嘅部分啦。首先喺駕駛室個位呢就比較高少少，就好似之前提及一樣呢，其實個駕駛室就係貨車嘅設定嚟嘅。車身嘅右邊有3個氣窗，呢一個比較大啲嘅呢，就係餐台旁邊嗰個窗啦。右邊嘅車尾就裝咗一部分體式冷氣機，而佢熄咗時呢都可以獨立運作噶。嗱，頭先呢就曾經介紹過洗手間嘅沖水系統啦。咁沖走咗嘅嘢究竟去咗邊呢？又應該點樣處理呢？你好玩唔玩屎？嗱，就並唔係話玩啊，但係呢一個的確係要處理嘅問題嚟噶嘛。嗱，馬桶嘅污物同埋沖涼之後嘅污水呢，就係裝喺呢個容器裏邊噶啦。大家如果見到 Central Panel 上面顯示呢個容器就快滿嘅話呢，就要盡快揾適當嘅地方將佢清空啦，然後放返入去，記得鎖好啊，咁就唔係玩啦。如果冇鎖好，咁就真係好好玩啦。同樣地，如果 Central Panel 顯示清水就快用完嘅話呢，大家就可以喺右邊車身呢個位置加返水啦。然後我哋睇睇行李擺放嘅位置，右邊車尾呢個位置大概可以擺2個 hand carry， 而車尾呢個行李櫃就大得多啦。裏邊亦都放咗一啲救車嘅用品啦，同埋呢架車嘅叉電線。嗱，呢度可以放4個28寸嘅大篋之外呢，仲有位剩噶。另外左邊嘅車身除咗車門同埋3個細窗之外，上邊係有個棚可以拉去車體嘅外邊嘅。嗱，講到呢一度呢，日頭要介紹嘅部分呢都差唔多啦，跟住落嚟就要買食材同埋用品啦。其實露營所需要嘅用品呢，喺日本大型嘅超市裏邊一定可以買得到嘅。大型超市一般都有停車場，大家可以攞咗車之後先嚟買，咁就可以即刻擺架車啦。哇！呢間超市都冇人嘅，買完嗱臨走啦。嗱，跟住落嚟我哋就起程去琵琶湖啦。嗱，最終呢，我就去到琵琶湖嘅湖邊嗰度落腳。嗱，喺瞓覺之前呢，再介紹架車2個功能啊。如果只係有1至2個人嘅話呢，可以推起車頭呢一張床呢，就增加個車廂空間啦。然後再將個乘客位放低呢，就可以隨時往返駕駛座同埋個車廂啦。如果突然間想轉地點或者去便利店買嘢呢，都唔使落車再上返駕駛座㗎。一齊睇睇我今晚瞓覺嘅位置啊！旁邊有 USB 插電頭同埋電燈開關。床邊同埋床頭都有窗，而床尾嘅位置呢，有個櫃可以擺嘢，所以其實空間都唔算細噶啦。一擘大眼就可以見到咁靚嘅湖景，已經覺得今次嘅旅程十分之值得啦。郊外既寧靜，而且氧氣充足，感覺上喺呢度瞓5個鐘頭，比起市區瞓8個鐘頭更加精神啦。尋晚我冇開冷氣，只係開咗車身幾個細窗通風。雖然7月係日本嘅夏天，但係呢度夜晚只有20至22度，所以瞓得特別舒服，實在太舒服，都唔記得食嘢啦。
喺節目最後為大家提供一啲補充嘅資料。首先，露營車體積大，車身比較長，所以轉向嘅時候記得預留多啲空間同埋弧度，以免車身或者後轆上駁，甚至撞傷咗途人。第二，由於露營車比私家車重好多，momentum 比較大，制動嘅時候需要比較長嘅時間同埋距離，所以記得同前車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，以至有足夠嘅空間同埋時間對突發嘅情況作出反應。第三，由於車廂嘅左擋中鏡係用唔到㗎，所以要妥善利用車嘅5塊側鏡，好好留意車體旁邊同埋後面嘅路面情況。而泊車嘅時候就要注意有冇足夠嘅空間。如果有同行嘅朋友落車幫手睇位呢，就更加理想啦。第四，呢一款露營車嘅車身高度係3米，如果開埋天窗嘅話有成3.2米㗎。所以每次駕駛經過樹底嘅時候要小心，唔好撞到個車頂。另外更重要嘅就係大部分室內嘅停車場高度都唔夠3米，所以要謹記千祈唔好揸入去啊！最後我哋探討一下泊車地點嘅問題。喺日本，小型露營車嘅停車位同私家車係一樣嘅，所以無論喺山上面或者湖邊，只要嗰度唔係私人地方，又確認附近安全嘅話，其實就得㗎啦。另外都可以喺地圖上面揾 Michino Eki 呢啲休息區，夜晚有唔少停車位，亦都有汽水機同洗手間。其實唔少揸私家車同埋貨車嘅人呢，都會喺休息區過夜㗎。你會發現你絕對唔孤單嘅。但係如果仍然係擔心安全嘅問題，就可以考慮去唔同嘅露營車營地。佢哋嘅收費大概每晚就係15,000日元。營地除咗提供補給品之外呢，亦都可以幫架車叉電同埋倒嗰啲廢水。就算架車壞咗都有人幫手㗎。喺旺季租小型露營車大概27,000至33,000 yen 不等。今次我喺網上用優惠價23,800 yen 租咗一日，即係大概港幣1312蚊啦。若果當包咗一晚酒店嘅費用呢，已經算抵翻條數㗎啦。油費7,460 yen，大概港幣411蚊。呢一部露營車就入柴油嘅，而呢2日用咗49公升油，行咗大概320公里。總結租車同埋油費總共31,260 yen， 大概1,722蚊。如果有2個人或者以上除翻開就好抵玩噶啦。所以下次大家嚟日本旅行，不妨考慮一下租露營車啊！以上就係今次節目全部嘅內容，多謝你嘅收睇，希望你中意。如果對今次節目內容有任何問題，歡迎留言討論，亦都請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我係 KK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